大家好，我是尚青林，我是刘志明，欢迎来到上流投资术。志明哥，我们都知道，绝对不可以跟联准会作对，这是我们市场上常会说的一句话。所以主席已经说，可能就不会再升息了，意味着可能接下来可能要往降息的方向走嘛。所以我们知道整个资金潮就已经发现一个大转变。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下台股挑战下一波新高的布局重点。欢迎你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财讯。我们每周都会更新节目，带大家一起追踪全球政经趋势以及了解产业状况。同时2024年也是财讯的50周年，不论你是加入频道会员还是针对节目留言赞助，都能支持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精彩的内容哦。反正重点就是要如何站稳2万点大关。今天我们还有分2个方向，就是一边是全球的 AI 股，一边是台湾的内需股。志明哥，你怎么看一下这2个方向是要用什么角度来去挑选？其实参与股市人大部分都比较聪明一点嘛，他们可能就想说，联准会既然6月甚至更晚好了，对啊，朝降息方向走，对，朝降息方向走表示资金要宽松嘛。年底又有美国总统大选，你说今年股市要很烂，我觉得机会也是不大，大家都要找机会嘛。那找机会，以现在这个市场氛围 ，AI 绝对是不容错过一个领域嘛。那 AI 的相关的零组件是不是？伺服器，对，伺服器相关零组件，是不是未来成长力道都会很强？再讲一个说，因为今年6月台北电脑展，像黄仁勋啊、苏志峰啊，然后基辛格，甚至是 Supermicro 梁建厚都会在台湾嘛。你想看这些 AI 的大巨头都在台湾的话，会创造什么风潮？就是 AI 为王的时代。对，那 AI 为王的时代，到底谁可以受惠？可能 AI 的伺服器三雄，像广达、技嘉、伟创啊，这3家。那你看起来，去年的营收成长的力道还是以技嘉比较好嘛？那对这次美国的那个NVIDIA 的展览里面，黄仁勋还跑到技嘉的摊位上去大战技嘉，是很好的伙伴嘛。所以看起来，虽然技嘉现在的股价在盘整的一个阶段，但是6月的时候，它其实应该也会转强啦。这部分也是大家值得特别注意的。对，另外一个就是因为辉达新的这个晶片，它的设计是非常灵活而且模组化的设计啊，就是说你将来你需要什么样的功能，什么样的你就可以搭配晶片去设计。那这里面就很多客制化的伺服器的，比如说机壳跟导轨的一些变化。可能根据你每家公司自己需要的规格去设计。那这部分，第一个它不是大量制造，台湾的那些相关零组件，像勤诚、像川湖这类的公司，它有很好的基础嘛。比如说工业设计上面都还不错，国外大厂都会找它合作，所以说我觉得它在往后的这状况，营收获利也有机会往上成长，机会是蛮高的。而且我也觉得现在可能投资人会觉得说机壳有什么好了不起的，就是个铁壳子嘛。其实事实上不是，因为它可能背后我们采访过嘛，都发现原来其实背后设计都有含有那个如何把热快速的导出来。这一块其实对于现在 AI 晶片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需求，就是如何解决热的问题。所以在机壳方面有做出很多的一些技术上的升级，材料上的改变，所以股价会一直涨是有原因的啦。对。然后重点是辉达设计，它是非常模组化，可以1U、2U、3U、4U，对，它是所以说一层的你对机壳的那种变化其实很大。那等于是怎么设计适合你自己的 AI 的系统？那你当然要根据不同设计去找你适合的伺服器的样子。那这部分台湾的像比如勤诚啊、川湖这种，它就有这些零组件会提供很好的服务跟很好的设计，国际上是需要的。对，我还发现一个小秘密，现在最强的分析师就是黄仁勋。这一次 GTC 他们自己的大会上就看了一下所罗门就一直锁到底，锁了好多根涨停板。所以6月份你就注意一下黄仁勋会去哪个摊位上。好的，那我们赶快再问一下关于 CoWoS， 因为 CoWoS 哇缺爆了。
CoWoS相关的设备厂商啊，或一些零组件厂商，觉得哪些要值得注意的？你想想看，这次辉达新的晶片，它只是用台积电4奈米的技术，看起来好像没有最先进，但是最重要的是它用 CoWoS 相关系统把很多晶片组合在一起嘛。之前 AI 的伺服器的成长力道没那么好，是因为 CoWoS 的产能缺货嘛。所以说台积电从去年开始就开始往 CoWoS 扩厂，从龙潭、台中，然后现在苗栗、嘉义，等于是到2026年前，这 CoWoS 的缺货的状态可能都无法解决嘛。对。然后厂一直扩，那相关的这些设备，像万润啊、星云、宏硕这种，都是很长线，就是到2026年，因为台积电在 CoWoS 产能要大扩厂，他们需要的设备当然就会营收获利成长力道就会蛮强了。那另外一个是台积电自己的设备跟零组件，那就很有意思，像嘉登是晶圆保护盒嘛，对，跟这些传输的保护盒的原则是，因为你先进制程它的工序更繁琐嘛，晶圆保护盒的需求量就会增加，这也是值得注意的。那另外一个就信文科，它有在特殊的这种产物跟水资源气体的这种领域的布局，那当然台积电产量变大，相关的需求就会变多嘛，所以说它也是值得大家去看的一家公司。因为我最近跟那个分析师聊天，我觉得有个比喻不错，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最近重电四雄，光一个美国的电网要整个更新，它只是一次性的，就有点像当年长荣、阳明这样一次性的，然后就可以造成股价涨得这样。回头过来看 CoWoS 这边，台积电是每年要拨300亿美金，就相当于1兆台币的资本支出，然后你想看这些厂商要吃多少年，所以对比它的股价这个表现的话，其实我觉得它后续爆发力很值得想象。其实就先进封装这领域，当然先进的制程有一定瓶颈的时候，你先进封装的组合可以让效能提高，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嘛。那看起来台积电在 CoWoS 这边的布局跟辉达运用 CoWoS 的设计的领域，一切都很好，所以目前几乎是万里无云的状态下，所以看起来台积电在 CoWoS 的投资，你看它现在速度那么快，力量那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趋势已经是形成了。那形成之后，它会慢慢变大嘛。那你看起来以前我们台湾的这些设备厂商要吃到高阶的制程的设备，几乎是不可能。过去可能都是比如说一些简单封装的一些设备的提供，那现在都是在晶圆等级高阶封装的设备提供，那当然可能过去可能一台才几百万，现在都可能1-2千万，甚至好5-6千万的都有，所以这方面的设备的那个价值是提升的，而且又投那么多在这个 CoWoS 扩厂，所以说它的成长力道会超乎大家的想象。就像我们之前认为说重电可能也台湾的市场而已嘛，对，那其实是美国也有市场，所以说看起来我变得好大。那 CoWoS 是台湾本身就是 CoWoS 建厂的一个大本营嘛，对，那所以说这些公司就会反而受益的程度会比国外厂商要多很多。对，没错。好的，那想要看完整的内容，欢迎大家购买《财经双周刊》第708期。那全球 AI 的部分我们就聊完咯，接下来不能错过的就是台湾内需2大产业，分别就是营建股跟金融股。其实我们好久没有提这2个产业了。其实营建股有意思是说，因为重点还是台积电的各地的大扩厂嘛。那你想看，就像熊本的房地产，对，因为以前跟熊本可能是种那个高丽菜的，或者种那个菜头的地方。对，但是现在因为台积电设厂之后，它的那个价值就提升了很多。对，周边就那你想看熊本才28奈米到22奈米的，算是有点成熟制程。那台积电现在要投的不是先进封装厂，就是2奈米甚至3奈米的这种高阶制程。将来这工程师会到那边工作的那个薪水还是比较高，而且大部分都是年轻的30几岁的，就是刚成家需要的这些工程师，他买房的需求就很高。所以说比如说高雄啊，像台中啊这种过去在
当地卡位这些建商，其实他当时买的土地就很多嘛，那现在等于是赚钱的速度是很快的。像高雄有龙大嘛，永信建，所以我们要先锁定高雄的建设。高雄是最新，因为高雄本来也是要投28奈米的成熟制程，后来整个改变变成一个2奈米的高阶制程嘛，投资的格局是完全不一样。那另外就是去年政府在打房嘛，很多打房措施，所以成交量很低嘛。那看起来今年这些不利因素都已经淡化了嘛。淡化之后，尤其去年台湾股市的总市值才56兆左右，今年可能突破64兆。有些人在股市赚了钱，他可能就会去买房地产。可是台湾今年房地产有一个比较大的特色是，传统的这种豪宅，就蛋黄区的这种豪宅的价格不涨反跌就会比较偏向台积电设厂的受益的这些新的需求开始，所以这蛋白区的这种成长力道是比过去要强很多。对营建公司来讲，当然他买了土地，然后盖了房子卖，他可能3年后才会认列。但是对代销公司，像台湾的海悦是台湾第1大嘛，它是卖得好就认列营收，所以它的效益会比其他的营建公司的效益要早很多年嘛。那所以说我觉得海悦在今年的前2月的营收成长力道也不错，所以说大家也可以特别注意这样的公司。对，所以尤其是大家很流行高殖利率股，其实这几家殖利率都相当的高，所以投资人可以多留意。志明哥，关于金融股的部分，去年其实还蛮赚钱的那些金控公司。对，其实金融股也是过去也是受到很多波折嘛，前几年不好，但是今年这些不利因素都已经改变。那以台湾的现在的状况是 GDP 成长，然后企业的获利成长，然后还有股市成长，所以说整体来讲，其实对金融股都是一个超好的方向走嘛。对，那看起来台湾就几家这个金控公司最大，像富邦金、中信金跟国泰金这种前2个月营收的成长力道也不错，表示台湾经济的确是往好的方向走。那往好的方向走，它不管是房地产的贷款啊，或是一些保险啊，什么都会变好。过去可能台湾大部分在科技股啊，那台股已经站上大概2万点嘛。那如果是金融股再加入的话，台股往创新高的机会就会越高，因为金融股的市值也是蛮大，所以说今年的台股会超乎大家想象的往上成长。尤其是因为今年年底美国大选降息也都还没实现，在这个一直传闻而已，利多还没实现之前，其实都有机会往好的方向走。那利多实现之后，你可能要考虑当时的市场气氛跟实际的状况。我们简单讲，去年黄仁勋在讲 AI 的时候，大家也知道 AI 可能是个梦，后来你看广达、伟创跟技嘉，对，股价就先冲一波了。对，就因为可能那时候很多人就觉得数字还没开出来，所以不知道是真假了。对，所以说降息之前其实反而是安全的。那降息之后就看当时的市场气氛跟实际的经济成长力道是不是可以支撑股市上涨的速度。对，没错。其实刚刚志明哥也有提到，就是跟美国联准会很有关系。简单来讲就是缩表啦，因为升息，然后缩表状况下，所以可能有压抑一下股市。那一旦你想想看，又要重回那种宽松，对，宽松、量化宽松的那个政策化，那代表钱又要再撒出去，那其实又是另外一个资金热潮开始。好的，那想要了解台股挑战下一波新高的布局重点，记得赶快购买财讯双周刊第708期哦。然后呢，上一集的上流投资术是频道会员专属的影片，主题是疯狂的 AI 浪潮，趁回档时卡位布局的明星股。有兴趣的观众朋友，赶快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记得按赞订阅，也欢迎购买财讯双周刊第708期，还有很多精彩的内容。上流投资术，我们下次见，拜拜。